年底之前，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，过完新年，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。属下明。32军的逃兵在几号？我来找你谈笔交易。这份认罪书上需要1个人的手印，如果今晚你能办成，我会办妥你的取保候审手续。出了华先生是吧？想麻烦你帮个忙，很简单，摁个手印就行了。如果不呢？还有气儿。队长，他被华人雷晕过去了，还没醒。看守那边交代的怎么样？我已经交代好，他们管好嘴了。就埋这儿吧。埋了？怎么了？这埋的人还少。可他这是晕过去了。那个逃兵，谁还记得他？
是万兄吗？哎，万兄，我是魏福来呀。万兄，不知万兄现在还在陆大的档案室工作否？太好了，还是要请万兄帮忙啊。这样，有个学生叫华珍的正则班，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张他的证件照出来？我要变装，就要变装。万兄，请放心，你是知道我的，在钱方面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，但时间要快。拜托万兄了。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，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。确定不是吗？不是。那魏大兴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？还是说，他明知道向远生不是故意要掌管李代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魏晋同志的事情和魏代清有关。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。向远生帮他止血的时候，把自己的皮带拴在他腿上。可是到现在，我还是没能找到瑞金同志。照这么说，如果张仁京同志真的是被魏大兴带走的，皮带很有可能会被当作证据。对，但也只是当作证据。毕竟向远生不是我们的同志，既然不是，我们跟他保持距离，让魏代清抓不到任何把柄，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所以在魏代清亮出他的牌之前，你千万不要主动做任何事情。知道了。华良来过司所，他说想随便看看，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简单的看看而已。如果有什么事司所能帮上忙的，我能帮忙吗？这算违反组织纪律吗？当然不算。在向远生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和华良的目的是相同的。谢谢。快回去吧，我会尽快安排一个新的接头地点。好。
你知道魏代勤做了什么？他会被撤职的。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政部管，但南京不是只有军政部，也不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中将。队长得罪得了这个，肯定就能讨好那个。魏队长当然不担心前途，但他会带你上船吗？你那个警察女朋友已经放出去了，她关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没为难她，也没惊扰到她的家人。进来。队长，您找我。把门关上。我要你去趟广州，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，我要她永远闭嘴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好干。相比高平顺，我更看好你。是。张润金是共产党邓明远的小组成员。这名共产党我追查他很久了，从广州一直追到上海。这条皮带是在我逮捕张润金的时候从他的腿上解下来的。当时他腿部中刀，有人用这条皮带绑在他的腿上，为他止血。我发现这条皮带是南京李顺昌饰品店的商品。我亲自跑了一趟南京，发现这条皮带是华珍的母亲买给华珍的。这个是老板李顺昌的证词，这个是饰品店的单据。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。华先生，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。为什么你要救一名共产党？因为那位先生保护了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，他也因此受了伤。所以我觉得我做出的任何帮助他的行为都是人之常情。我并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的共产党身份。你不认识他？你的意思是说张润金在偷偷的保护那个小女孩？他的确是这样的。他说的小女孩就是孟多慈。孟多慈的父母跟共产党交往甚密，张润金显然就是共产党派来保护孟多慈的。他一直不敢抛头露面，恰好证明了这一点。那么你呢，华先生？如果你不是共产党，你为什么要收留孟多慈呢？我从南京来上海的当天，本打算住在文华饭店，碰巧遇到了凶杀案。当时孟多慈向我求助，出于同情，我又正好有1个月的假期，所以我答应留下来，帮他找到凶手。他不认识你啊，华先生。他出了事找一个陌生人帮忙，他为什么不找警察？为什么不报案？因为他看见凶手有穿着警服，他不信任警察。也就是说，华先生，你是碰巧遇到了身逢绝境的孟多慈，你碰巧救了身负重伤的张润金。那向远生这个化名，你又如何解释呢？文华饭店遇害的一共有3名，除了孟多慈的父母之外，
还有一名年轻男性。向远生的户籍卡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。我的家人不会同意我在上海查案。如果我用华珍这个名字当警察，他们第2天就会知道。所以我借用了向远生这张户籍卡，照片也是从户籍卡上抠下来的。魏队长，华珍说的死者就是何有庆吗？何有庆，文华饭店的第3名死者。很不幸，也是一名共产党。那他现在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向远生这个假身份是共产党为何有庆准备的，何有庆死了，华珍从何有庆身上捡到了这个身份，用了这个身份。参谋长，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，虽说有一点小毛病因为孟多慈失踪了，何有庆死了，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这个说法的真或假，至少听上去合情合理。但是我在广州从张润京为孟家租的公寓里搜到了这些。我发现1个月前，张润京在广州给孟家租了一套公寓。我在公寓里搜到了这些证件。共产党的计划原本是把孟家转移到广州，为他们租了新的房子，安排了新的身份证明，连新的工作都找好了。其中一份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向远生，照片是华珍本人。请问，如果华珍不是共产党，为什么共产党的计划里包括他？诸位长官，那天在南京，我去逮捕邓明远的时候，曾亲眼看见华珍和邓明远在房间里交谈。第2天，他就急匆匆地去了上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不是去游玩的，他是去执行任务的。他根本就不是从何有庆身上捡到的证件。向远生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为华珍准备的，他就是邓明远派来的共产党。华珍，这份证件你怎么解释？我妈妈根本不记得她在这家店给华珍做过皮带，所以我要申请延缓后面的审讯。我需要时间核实这样证据。皮带暂且不论，最后那份证件如何解释？那是致命的证据。关于这个证件，我们确实没有证据去否认，但是我也不可能承认。可是其他的证据如果出了错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核实吧。现在毕竟不是正式的审讯，我不可能让华珍回南京上军事法庭啊。可是会审的时候，华珍已经承认这条皮带是他的了。现在否认，颇为牵强啊。我爸爸这次派我来上海，不是让我来确定这条破皮带到底是谁的，它是谁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带华珍回南京回家。再说了，童叔叔，我爸爸也不希望华珍在您的地盘上出事儿啊，是不是？
你要多长时间？3天。华良，我明白你要争取时间。这个面子，我想参加会审的人可以给华家，但仅此而已了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无论你去找任何人帮忙，都会牵扯人家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出面担保华珍。我知道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为我弟弟尽一切可能。二位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真不能放你们进去。我儿子在里面做长官呀。做长官？是啊。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呀？魏福来啊。魏福来？队长，刚才那俩人你认识啊？不认识啊。不是说好提前打电话吗？你妈实在想看看你啊。好好好，以后不要不打招呼就闯，行不行？这是你爸爸专门从家里带的酒，就是你在丽岭的那时候最喜欢喝的那种白酒。要不要给你爸爸喝2杯呀？我平时不喝酒，家里没准备杯子。那不是有几个杯子呢？那是上海人喝咖啡用的杯子。福来啊，我和你妈妈从丽岭过来看你，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这边。来了1年了，我现在是侦察队队长，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。但是，你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呀，不算他们自己人呢。我不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人。说实话，我挺瞧不上这帮人的，尤其是那些靠人脉、靠背景上位的。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，我很清楚这一点。我所差的，只是他们拥有的出身和背景而已。你还在怨恨陆军署那件事？不怨恨，是不甘心。那年我考进军政部陆军署，那个当官的儿子开后门抢了我的位置，把我打发到南昌行营那种倒霉地方。南昌机场失火，调查课解散，中校啊，说好的中校没了。你们酒厂工人根本不懂这些，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建议了。福来啊，
明天呢，我就和你妈妈买票回去了。以后没什么事，我们就不来了。爸，我改名字了，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务必要记着，不要叫我魏福来，要叫我魏代清。先生以前买过我们牌子吗？听说过。您需要什么类型的鞋子啊？我可以帮您推荐。我就过来看看样子。买鞋不能光看样子，还是得上脚试一下。我们的鞋子是法国巴黎进口的，在巴黎都是一些名媛绅士、上流社会的人来光顾我们品牌的。您手上拿的这双是上等的小牛皮，所以价格也会。我没问你价格，我就要这种材质，但是外表样式要低调一些，不然不符合我即将出席的那种场合。我马上帮您找一双纪念款，您试一下。平安，平时穿鞋穿多大码？和队长您差不多。太好了，这双鞋跟了我3年，常年你。怎么了？还嫌弃啊？谢谢队长。哎，最近我们的华秘书有什么动静吗？丁少的兄弟没有报告他有动静，应该还在酒店里。一会儿我去看看。他不就是想利用皮带做文章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监控，就算是他发现你在监视他也没事儿。他见什么人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南京那个饰品店老板上火车了吗？已经在来的路上。华秘书，门口侦察队的人要不要我们处理一下？他们有会审委员会的许可，处理他们只会自找麻烦。可是他们，我知道。如果侦察队发现我要做什么，魏代新就会来找我。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。
华秘书，您是有什么安排吗？那个饰品店老板到了之后，安排他在1楼咖啡厅跟我见面。就在他们眼皮底下？对，就在他们眼皮底下。去问问他们，想不想跟我共进午餐？华秘书想请几位一起共进午餐，不知是否有时间？谢谢华秘书好意，不用了。也请转告华秘书，我们在这儿也是因为执行公务，如果打扰他了，很抱歉。师哥，出来个人，是华秘书。不是他，谁把我盯着？谁啊？陈队长。华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。是这样，上次你跟我说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可以来找你。华生出事了？暂时没有，但眼下确实有一事相求。华秘书，李老板，啊，请坐。啊，快啊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这一路上顺利吗？啊，顺利顺利。咱们在南京见过。那是，您华秘书啊，那南京城里哪个不认识你啊？这次把您请来啊，主要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。华秘书，他在你。打扰了。怎么，魏队长也有雅兴来喝杯咖啡啊？华秘书，我向临时军阀委员会委员申请了对您的某些限制，您真的不可以在会审之前就和任何和本案相关的人员会谈。这是我请来的客人。李老板，李老板是我们的证人。这次的会审是不是真正的法庭审判，你心里清楚，少跟我来这套。华秘书，其实您可以和侦查队谈判的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您能够让华珍在认罪书上盖手印，且这个认罪书一定要写明他就是邓远的同党的话，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向审判委员会申请，把华珍列为普通的政治犯来谈。华秘书，您有1天的时间进行考虑。我谢谢你啊，用不了1天的时间，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。
你什么都拿不到。不是，华律师，华律师，魏队长，你这次不光什么都拿不到，你还要把李老板从南京来上海的火车票全都给我报销了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你别进来了，你就门口待着啊。来，你们要了3天时间，怎么样？有什么进展没有？为了让我摁手印，还专门找个人过来帮忙，你也是够辛苦的。哪有这样的人呢？你找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，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。王先生，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可是这些年做事，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很多事情进展顺利，其实并不在于人为，在于顺势而为。不好意思，这回这事在我这儿。张润金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容易呀！你终于承认他是你的同志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说实话，我挺钦佩这个人的，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，把自己伤成那样。不过我也挺感激他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就找不到你。哦，对，你从看守所往西走，有一条便道，顺着那条便道一直走下去，过了普惠堂，你就会发现一块荒地。往下挖3尺，它就在那儿。不过可能已经臭了。你比他幸运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。凭什么？要不是因为华珍这个名字，你的结局也不过是那块荒地里多加一个坑。诸位，今天算是我们第2次审讯，因为华秘书对皮带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，要求核实，所以我们宽限了3天的时间。华秘书，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真是
太抱歉了，耽误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。我母亲啊，在家里面找了足足2天，也没有找到这张皮带的收据。哎，你有收据吗？没有。我们家有3位男士，母亲会去不同的店铺给我们买皮带。不好意思，2位华少爷，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“顺昌”2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。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，难道2位忘了吗？整片大地充满光明，又怎会期盼闪耀的星？藏些许微光，人间流浪，写温柔的诗，清风吟唱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无言把彼此路照亮，盼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他走过彷徨，前往远方，踏着月光寻找方向，风吹散孤单，又吹来无常，夜终将过去，黎明又明朗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无言把彼此路照亮，盼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